酒店的保洁老太打扫卫生时，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，手里的吸尘器突然停止了工作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电线被人剪断了。这时一个维修工正好经过，把老太吓得心脏病都差点发作。维修工告诉保洁，千万别去地下室，因为那里有一只超大的杰瑞，插头可能就是被杰瑞咬坏的。但任性的老太就是不听，非要一探究竟，结果悲剧就此发生。随着老太惨叫一声，摔倒在玻璃桌上，顿时桌子被摔得粉碎。一双男人的脚缓缓走来，下一秒老太就被绑在了椅子上，她面露痛苦的大喊救命，可喊破喉咙都没人回应。一双手开始慢慢抚摸着她的脸，随后拿出了一个电钻，对着老太的太阳穴毫不留情地钻进去。鲜血喷射在男人的皮鞋上，老太就这样死得不明不白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男主一家。人到中年的乔治本该享受天伦之乐，但儿女的叛逆却让他心烦意乱。小儿子马克痴迷于电脑游戏，还做起了直播。但叛逆的他也是有优点的，他可是个电脑天才。而大女儿贝拉刚上大学，更是不让人省心。这天晚上，两个警察叔叔带着贝拉回家，原来是有人举报他在酒吧偷了一箱啤酒。不过好在老板并没有告贝拉，只是让警察押送回家，并警告家长好好教育他。无比气愤的乔治提醒贝拉不能再为所欲为，否则以后真的会坐牢。但贝拉却一脸无所谓的样子，表示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此时海伦听闻出来，让贝拉赶紧回房间。随后乔治跟海伦商量了一下，要不一家人出去度假放松下心情，顺便缓和女儿的关系。说完，海伦就在网上预定了一家酒店，这正是老太被杀的那家恐怖酒店。而这次度假也会让他们一生难忘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乔治就带着一家人来到了酒店。前台经理强森正热情地给一对情侣介绍着主题套房，表示里面还有按摩的浴缸，这让两个年轻人顿时兴奋不已。此时边上坐着两位小伙子，正在谈论音乐。贝拉听到后主动上前打了招呼，自称自己也很喜欢音乐，希望有机会能一起探讨。就这样三人成为了朋友。长发男杰克含情脉脉地看着贝拉，似乎很喜欢他。当强森开始接待乔治一家时，乔治发现他们只收现金，甚至酒店连 WiFi 都没有，这让马克很是苦恼，因为没有 WiFi 就玩不了游戏。但强森解释，之所以没有 WiFi， 是希望来这里旅游的人都能跟家人共度美好时光，这正合了乔治和海伦的心愿。此时的贝拉还在跟两个年轻人交谈，杰克还把自己的房号告诉了他，方便之后能够见上一面。随后海伦找到了贝拉，便跟他讲了很多人生道理，希望通过这次度假，乔治和贝拉的关系能变得融洽。镜头一转，是一个胖女人正下班准备开车回家，但手中的烟不能浪费，心想着抽完再走。就在这时，看到不远处有个人在树下还拿着一根绳子，难不成是要上吊？胖女人越看越不对劲，突然那人好像发现了胖女人在盯着自己，他一个转身竟然把200斤的胖子吓哭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人朝着胖女人快速地跑了过来。此时车门不知为何打不开，下一秒那人已不见踪影。看来这个酒店极其的不安全。此时的强森正在玩着他的骰子，一个员工老头走了过来，但他似乎并不认识这个前台经理。强森看了一眼名单，发现他是个酒店员工，于是忽悠他去仓库拿点东西。就在这时，强森用灭火器偷袭了老头。这时进来一个门童和维修工，经过他们的谈话，终于明白，原来他们是一个犯罪团伙，准备把这个酒店的员工全部消灭，然后冒充酒店员工开展一次恐怖计划。强森把酒店所有出口的门都锁上，意味着今晚没人能逃出这个酒店。强森的计划就此开始。在酒店的游戏厅里，一个真正的维修工正在修机器，经过他专业的技术，终于修复成功。于是想玩一把解门，这时他的余光看到一个黑影，没过多久，一个胸前写着数字4的杀手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随后就将他打得满脸都是血。这还没有结束，4号杀手从维修工的包里挑了一把老虎钳，把他的鼻子直接剪掉。晚上，贝拉趁着家人睡着后，偷偷跑出房间，准备去207号房找杰克寻求刺激。但由于房间里还有第3人在场，有些不方便，于是两人决定去酒店天台。在酒店的另一间房，是一对情侣正在做愉快的事情。正当激情四射时，房间里出现胸前写着数字3的性感杀手，一直站在旁边盯着他们。同时2号杀手出现在男人身后，将他的头狠狠按进浴缸，直到他窒息身亡。女人赤身裸体逃出房间，但还是惨遭毒手，
一对情侣率先领了盒饭。乔治一家人醒来后发现贝拉不在房间，就想找酒店前台帮忙一起寻找，结果发现前台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，乔治只能先自己去寻找，可发现大厅的门竟然打不开，这让乔治很纳闷。而此时他们的身后站着1号杀手，似乎窥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房间里现在只剩下海伦一人。这时听到敲门声，以为是乔治忘带门卡，他通过猫眼一看，竟发现门口空无一人。然而下一秒，以为是恶作剧，海伦并没有多想，下一秒门突然打开，可一直不见有人进来。海伦觉得可能又是年轻人的恶作剧，于是随手关上了门。睡不着的他决定先看会书，谁知身后竟出来了杀手1号，死死抓到他的脖子，不给他活命的机会。慌乱之中，海伦拿到一支笔插向对方。不得不说，杀手确实心狠手辣，而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要了人命。硬生生把海伦的脖子割断。其实这一切都被强森监视着，他坐在监控前看着这些惨不忍睹的画面，内心却毫无波澜。然后拿出一张名单，将海伦的名字划掉，似乎完成了一个业绩，让他无比兴奋，甚至听起了音乐开始庆祝。此时的乔治带着马克还在四处寻找贝拉，而贝拉正在和杰克在天台上深情交谈。杰克刚想伸出咸猪手，却被贝拉一把拒绝，他表示才刚认识，进展未免有点快。杰克听完只能无奈同意，于是两人准备从天台爬下楼去看场演唱会。与此同时，强森开始折磨老头，画面实在是太残忍，最后老头死不瞑目。然而在强森虐杀老头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注意到监控画面，因此并不知道杰克和贝拉已经离开。搜寻无果的乔治只能先回到房间，却发现房门竟然开着，门把上还流着鲜血。他让马克先站在门口不要进，自己先去探探情况。没想到看见海伦倒在血泊当中，死得惨不忍睹，他怕给儿子留下阴影，于是大声喊着让马克不要进来，随后拿出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，显然是被强森屏蔽了。乔治犹豫了一下，拿起电脑带着马克准备离开。这时出现一个皮肤黝黑的老男人，乔治一开始情绪非常激动，直到他亮出证件后，乔治才冷静下来，原来他是一名退休警察，名叫黑皮，也是这家酒店的客人。他看了一眼房间里的尸体，黑皮担心凶手会再次返回案发现场，于是将两人带回自己房间。黑皮表示他发现这家酒店很怪异，而且大门都打不开。商量过后，黑皮和乔治决定一起寻找出路。走之前提醒马克一定要反锁房门。两人来到酒店的游泳池，黑皮表示现在的情形很像多年前处理过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件。说着说着，两人碰到一个酒鬼和他的妻子，他因为打不开大门而在发脾气，而这一切依旧被强森监视着。他通过广播通知大家今晚要玩一个猎杀游戏，在这个酒店入住的客人都要参加，还有4名杀手也参与了这次游戏，并表示游戏会非常有趣，还会进行现场直播。听到广播声，大家都走了出来，一个个都听得迷迷糊糊，不知道究竟要做些什么。瞬间，强森关闭了所有灯光，随后就听到一声尖叫和酒瓶摔碎的声音，灯光亮起，众人被眼前一幕吓傻。酒鬼和他的妻子就在刚刚关灯的时刻惨遭杀害。此时杀手1号和4号就站在他们身后，乔治差点就被1号杀手砍到手臂。关键时刻，黑皮拿着手枪对着杀手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迟迟不敢开枪。红衣老头实在看不下去，赶紧上前拿起手枪就是一顿乱射，可惜一枪都没打中。黑皮被4号杀手扔向一边，手枪也被甩了出去，接着就轻而易举地抓起红衣老头。这得有多大的劲才能做到？乔治正想冲上去救人，却被黑皮拦下。黑皮提醒他不要冲动。此时在监控室的强森看得不亦乐乎，毫无人性的他甚至放弃了欢快的音乐。与此同时，在房间的马克还在玩着他的电脑，他突然发现其实这里是有网络的，毕竟他是个电脑天才。就这样不小心黑入了强森的电脑。这边电脑警报声响起，强森很快发现了马克的存在。没想到强森也是个玩高科技的天才，他告诉马克好奇心害死猫，并暗示他去看一下他的母亲。吓得马克扔下电脑就跑出房间。此时3个不要命的年轻人还淡定地站在走廊上，对面正是杀手2号和3号。3人竟然还没意识到危险。
直到杀手拿出刀才开始跑。但为时已晚，金发妹第一个领盒饭，看着同伴被杀害，两人终于开始害怕。此时眼镜男也惨遭毒手，在他的身上划出了一个大大的井字。目前只有黑发妹成功逃过杀手的猎杀，他往楼梯间跑出，迎面撞上了马克。随后1号杀手也出现在楼梯间，这可把两人吓得够呛，于是决定一起逃亡。但挨个敲门根本无人应答，可能里面的客人都已经被杀。最后在电梯门口被2个杀手前后夹击，但黑发妹命真大，竟然又被他逃过一劫。他逃到一个仓库里，3号性感杀手紧追其后，最后一番搏斗中，黑发妹拿到一把叉子，竟反杀了3号。现在还剩下3位杀手。这时2号杀手悠哉地走过来，发现自己的同伴被杀，赶紧去抓捕黑发妹，没想到再次被他成功逃脱。就在他以为平安无事的时候，又出来一个鸟人，用铲子直接砍下了他的头，真是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另一边4号已经追到了乔治和黑皮，两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就在乔治危在旦夕的时候，黑皮终于开枪击毙了4号杀手，目前又死了1个杀手，还剩下2个杀手加上鸟人。这时贝拉和杰克回到了酒店，他们并不知道酒店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还在走廊上闲聊。下一秒2号杀手用一根长矛将他们串在了一起。毫无人性的强森看到这一幕却异常兴奋。此刻的乔治再次遇到危险，可黑皮却不愿意出手相救，反而是说了几句奇怪的话。 I have secured my win. My work here is done. Sorry, Roy. It's time for me to get the fuck out of this place. 他来到强森的监控室，查看目前剩余的人数排名，显然他是第1名。然后他在监视器里看到1号杀手干掉了乔治，这让黑皮兴奋不已。随着鸟人出现在身后，捅了他一刀。原来鸟人就是强森，果然是个鸟人。黑皮震惊万分，但是无可奈何。原来多年前办案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一个团伙会组织一个猎杀游戏，并现场直播，赢到最后的人可以获得一份大奖，而直播观看的人就会下赌注，猜对的人也会赢到一大笔资金。于是黑皮就开始动歪心思，他给自己下了赌注能赢，然后自己来参加这个游戏。因为提前知道游戏规则，所以总能想办法让自己躲避危险。但强森可不是那么好骗的，他知道了黑皮的小心思，当然不会留他的性命。镜头一转，原来贝拉没有死，长矛没有刺到他要害部位，他只不过是痛到昏迷过去。广播再次响起，强森通知杀手，目前只剩下一个小男孩，谁杀了他就会有奖励，这让最后2位杀手激起了斗志。1号率先在厨房找到了马克，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并不是杀手。原来刚才乔治在监控盲区反杀了1号，并换上了他的制服。没过多久，2号也来到厨房搜寻，乔治让马克装死，趁机蒙混逃出去。但强森看了监控，很快发现1号是假的，他赶紧通知2号动手杀了他们。一场激烈的搏斗就此展开。在父子俩默契的配合下，终于反杀了2号杀手。强森看到监控画面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只能亲自出手。他拿着斧头气冲冲找到父子俩，讲了关于妻子被杀的事来激怒乔治，这让乔治的小宇宙爆发。他哐哐哐几拳把强森打到不省人事。解决完后，乔治抱起儿子，庆幸他们还活着。然而此时的贝拉来到了这里，他看到一个陌生人双手抓着自己的弟弟，于是二话不说用长矛刺了进去。刺完才发现，哎呀，搞错了人，但一切都晚了。乔治让贝拉一定要好好照顾马克后就嘎了。就在姐弟俩还沉浸在悲伤中时，没有死透的强森还想偷袭贝拉，好在贝拉反杀成功，最后砍下了强森的头颅。No more bets. 本以为这件事情会告一段落，但游戏似乎并没有因此结束，真正的幕后操作者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游戏。